在 OPPO 的微博，绿场的你会看到绿场在中间；在蓝场的 vivo 的微博，你会发现蓝场在中间。在小米这里呢，那当然就是小米在中间了。所以虽然是合作呀，但是谁不想站在 C 位呢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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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岩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表扬节目啊！一起来看一看本周咱们全球科技圈又发生了哪些好人好事儿。你希望哪些知名的品牌上榜呢？可以把它的名字打在弹幕上。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，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。如果觉得主播在瞎编，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。咱们下面开始。先来看 iPhone 15啊，老朋友啊，距离 iPhone 15还有6个月的时间，你现在就可以攒钱了。虽然我们还不可能确定 iPhone 15长什么样子，但是我可以确定它一定会涨价。当然啊，往年那些可靠的信息源头啊，今年呢又来到了爆料的环节，咱们一起来瞧一下。那过去几周呢，我们先看了它的外观，又看了它的接口。那目前呢，一个比较令人关注的点就是它的边框部分的设计，也就是它的音量键部分将会变成一体式的按键。国内还有海外啊多个知名的信息源爆料来说 ，iPhone 15 Pro 的将会使用固态音量和静音按键，因为现在的静音按键啊是这种波动形式的，而在 iPhone 15上面呢将会采用类似这种点按形式的啊。如果这个渲染图没错的话，其他废话不说，咱们先来打一个分数吧。这个渲染图满分100分，对于 iPhone 15 Pro 的外观你打几分呢？这份渲染图呢是来自海外博主的爆料，这里呢有一些额外的细节，除了我们已知的 Type-C 接口之外啊，在镜头的部分呢好像更突出了。1年不见啊，它变得更大了。对于这次 iPhone 15的变化，咱们可以注意到几个点，一个是接口，一个是镜头突出，还有呢就是音量键的固定化。对于这些重大的升级啊，满分10分，你打几分呢？看一下同学们弹幕，有同学表示啊，这也没有太大变化呀，这外观这不就是挤牙膏吗？必须要说明啊 ，iPhone 呢如今已经非常成熟了，不可能出现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还有同学表示啊，要是能升级点实在的就好了，比如说升级一下充电功率。那来问大家一下啊，你猜 iPhone 15的充电功率能升级多少呢？目前是20，是不是啊？从20瓦升级到多少，你能比较满意呢？有同学表示啊，只要能升级到30瓦啊，明年40瓦是吧？1年升级10瓦就已经很高兴了。大家觉得能升级多少？我劝你最好冷静，你仔细考虑考虑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还升级10瓦？咱们一起盘点一下过去这些年 iPhone 的情况。从2007年发布的时候的5瓦，到15年后的2022年升级到了20瓦，也就是15年升级了15瓦。平均1年1瓦，所以呢，在2023年的今年，它只要能再升级1瓦就是常规操作。觉得主播预测的对吗？觉得对可以打个6。看完 iPhone 的话，来看 Apple Watch Apple Watch 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智能腕表啊，特别是一只表带卖700块钱的操作，也让很多同学呢觉得，这个表带确实是，好，但是呢，有很多的第三方表带呢，这好日子快要到头了。那目前的 Apple Watch 推出了一个新的专利，如果使用未认证表带，会禁用某些服务。专利文件显示呢，当 Apple Watch 检测到不是官方授权的表带的情况下，那么系统会提出提醒。当然啊，这个东西还是要表扬一下的，因为呢，如果你使用了官方的表带里边的 NFC 功能，可以触发系统的某些独特的功能。比如咱们可以畅想一下啊，你带了橙色的表带，那么系统会自动给你换成一个橙色的表盘，是不是也是不错的功能？所以啊，凡事你得往好处想。看一看同学们的看法啊，有同学表示，如果使用非原装表带的话，那么检测到表带就会自动分开，手表落地。你这够狠的是吧？未检测到认证表带，下一次是不是要有认证贴膜、认证卡针、认证卡托？还有同学表示啊，功能更强的情况是，如果手表检测到你戴的是非官方表带，直接把你手表时间调快1小时，让你早点去搬砖。大家觉得这个表带的智能识别原厂表带功能什么时候能上市啊？好，那表带这边不光是检测原厂还有一些实用的功能。另一份专利显示呢 ，Apple Watch 的新表带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去电动调节你的表带的松紧程度。我觉得这还不错啊。真能实现的话，那我就能想松的时候就松，想紧的时候就能紧。大家觉得这个表带上面还可以有哪些好用的功能啊？可以打在弹幕上。我觉得吧，这个
别整这些没用的了啊！你啥时候在这个表带里边内置几块电池是吧？挂几块电池，我插上让我续航增长2到3倍啊，这不比这些花里胡哨的强吗？再说了，你这还松紧表带，这松一次不直接耗费10%的电呢？就 Apple Watch 这点电池续航，一天都挺不了，你还给我扯这个？好了不开玩笑啊，我估计啊，它这个呢应该是为检测血压、血氧做准备啊，就是你戴上表带之后可以直接检测你的血压用的。本周最重磅的新闻当然是华为发布了年度的重磅新品啊，华为的 P60 系列以及 Mate 系列的折叠屏机型，那目前的价格呢是12999元起。当然根据过去这些年的经验呢，这个价格在初期呢确实是比较难买到的，多少呢都会有那么一点点溢价啊。那你觉得加多少钱你能接受呢？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好，那各大媒体报道呢，目前 Mate X3 的渠道炒货价是3万一台啊，一台不是2台啊，不是2台，一台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溜不溜呢？我觉得吧，也没啥可吐槽的，是吧？这有人买啊就可以，那没人买它自然就降价了。哎，要说这个黄牛吧，太讨厌了。有他们在，我就买不到原价的机型，买不到原价的机型，我就没法卖3万一台。你说这？好，那相信有不少小伙伴呢已经准备好钱啊，第一批来购买这个产品。但是呢，要提醒大家啊，购买到之后啊，一定要爱护啊，因为呢，折叠屏的机型它不像纸板的机型，在耐摔程度啦、防水程度啦多个方面啊，肯定不能和纸板机型相比。那么我们在买之前呢，建议考虑一下它的维修保护的费用。大家猜一下啊，更换屏幕的价格啊，如果屏幕维修需要多少钱呢？你可以打在弹幕上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目前的官方商城已经上线了 P60 系列以及 Mate 系列的维保价格，其中屏幕部分呢是内屏5199，外屏999，合计价格呢仅售6198元啊，就可以维修你的屏幕了啊。当然啊，在活动期间，也就是现在购买的话呢，只需要4998元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啊？当然啊，如果你要是觉得维修价格有点贵啊，你可以修 P60 嘛，是吧？你可以买 P60 嘛，那个便宜点啊，才2679元，活动价格仅售1879元。而且呢，还有额外的优惠活动，购机之日起享一次优惠换屏，换下来的原装旧件无偿回收。看不到，回收都不收你钱，什么叫良心呢？无偿回收，到底是他不收我钱，还是我不收他钱呢？看到这里啊，肯定会有同学聊，主播你是不是在这儿黑华为呢？你是不是在这儿吐槽华为呢？不是啊，绝对没有啊，不开玩笑啊，咱们这是一个表扬的节目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价格当中的闪光点在哪里呢？注意看这儿，看到了吗？259元的电池更换价格，13000的手机换电池只收你259元，说实话挺便宜的，没有调侃的意思。凡事都需要对比啊，咱们对比一下国际环保巨头。iPhone 的电池服务官方价格是 iPhone 14 Pro Max 748元，谁更环保一目了然。关于小米13的下一代机型啊，那之前呢，雷军已经发微博明确表示不会有小米13S，也就是半代升级。不过呢，咱们明确说了啊 ，S 没有，但是也许会有 S Ultra 呢，也就是超大杯的机型呢。那么目前呢，从一些信息认证网站可以查到，有一款小米的全新机型入网，也许是13的 S Ultra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早点？因为现在才2023年的3月份，如果近期就发布的话，那小米在下半年会推什么产品呢？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因为大家回忆一下，去年卖的不错的12S Ultra， 它的发布日期在2022年的7月份，也就是在下半年去应对 iPhone 这样的产品。如果小米在这个月啊，比如3、4月份就发布13的 S Ultra， 这距离前代产品确实有点太近了。当然，这是我自己瞎想的啊。你觉得小米的13S Ultra 超大杯会在几月份发布呢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来看小米的消息啊，本周呢 ，Redmi 发布了300瓦神仙秒充，号称5分钟充满啊，这有点快是吧？已经来到了5分钟时代啊！我记得前几个月还刚刚杀入到10分钟时代。大家觉得小米这波操作啊，满分100，你打几分呢？推动超快充电啊，肯定还是好事是吧？咱们可以畅想一下啊，未来是不是功率越来越大？现在已经300瓦了，
从之前的200瓦到现在300瓦，这才过了几个月的时间。畅想一下未来，以前咱们经常有住宿舍的同学，对吧？大学宿舍里边啊，宿管阿姨经常告诉你们，不允许使什么大功率的电水壶、电暖气、电磁炉。我感觉以后咱们大学宿舍可能得加一条啊，不允许使用小米手机。宿管阿姨表示啊，不允许你们晚上使用小米的电水壶、电磁炉、电暖气和电话。明年啊，这个时候已经升级到1000瓦，你在宿舍正充电，阿姨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没有充电呢？赶紧拔了。这时候你会怎么办？我觉得不用拔，是吧？一会儿可能阿姨上来找你来了，没等她上来呢，是吧？1分钟你的手机充满了，不用怕，接着充。说点本周真正的好消息啊，跨品牌一键换机终于来了。过去这些年，咱们在换手机品牌的时候啊，总是有点纠结。毕竟原来有那么多的资料，换到新手机里边有好多导不过来。哎呀，就使得我只能困在某一个生态里边，我去不了别人家。如今3巨头终于出手了 ，OPPO、vivo 和小米表示你随便换了，是吧？我们的数据也可以调换到其他新品牌的手机里边去了。大家觉得这一波操作满分100，你打几分呢？我肯定是一个给很高的分数了啊，因为这就以后凭他们各家实力了，对吧？既然没有限制，那谁的服务好，我就去谁家。大家觉得这波换机出来之后，谁家最受益呢？谁最有实力把别人家的用户吸引过来呢？1、2、3，你觉得是谁家？看到这里啊，不光是好事儿啊，有合作，其实还有竞争。就在他们公布的那一天，在不同的微博你会看到不同的图片，在 OPPO 的微博绿场的你会看到绿场在中间，在蓝场的 vivo 的微博你会发现蓝场在中间，在小米这里呢，那当然就是小米在中间了。所以虽然是合作呀，但是谁不想站在 C 位呢？所以我刚才说的啊，从别人家那儿抢用户，这是潜移默化的。要不我说他们吧，就一点也不环保。你说这整张图片还雇3个人做3张，主播给你出一个办法，做1张就行。注意，3、2、1，对吧？你把它变成三角形的，蓝绿还有小米，是不是？这多省事儿啊！3家用1个图片就行了，多环保。有同学说这蓝绿在上面不行，你可以转呐，你可以转呐，你可以转圈啊，对不对？还不止呢啊！这次合作呢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，你可别忘了啊，现在 OPPO、vivo、小米他们分别和影像巨头徕卡、哈苏、蔡司合作，是不是他们合作完之后，这3大巨头影像部分也能合作呢？这2年是水印大爆发啊！现在拍张照片，你右下角、左下角没有一个水印都不好意思出来混。以后他们合作了，这水印是不是可以打在一起了？来问大家一下啊，你拍照的时候会打开这种水印吗？会的同学打个1，不开水印啊，只看照片打一盖。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没拍照片之前啊，我也觉得这个水印没啥用啊，但是呢，开了之后效果还真不一样。咱们来看一看。大家看看，这是一张自拍特写。哎，你看普通照片是这个样子的，好像也没啥，是吧？就是一个人脸而已啊，一个老大爷。但是当我们加上了水印之后，是不是一下子就有点经典人像的味道？按道理来说，那就是水印加的越多，照片逼格越高啊！不信吗？咱们来看一看啊！你看现在是一个徕卡的水印啊，我们再加一个，把哈苏的水印加在下边啊，是不是这个照片就感觉档次又上了一格？还不够，还不够，我们把蔡司的 logo 也加在这儿。你看这，还有同学表示啊，你这就是歧视我们日系相机厂商。索尼在哪里？佳能在哪里？尼康又在哪里啊？没错，我们都有啊。来啊，不光有这些呢，富士、奥林巴斯我们全给你上上。你看这张是不是整个逼格就提升到人类影像精华？大师摄影啊，一般都是不带色的，咱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看。再处理一下，你看看这张是不是就应该得奖了？这 logo 放在下边啊，好像是在给他们做广告的。现在的艺术啊，一定是把 logo 打在你的脸上。你还别说啊，这张还真的有点艺术气息。来吧，同学们，满分100分，集合了人类影像精华的照片啊，你打几分？新能源汽车领域啊，还有一个分支值得大家关注。咱们之前给大家报道过飞行汽车这个品类。那国内这边呢，小鹏其实已经研发了很长时间啊，也不断的有产品迭代出来。那最近这1个月呢，小鹏表示已经首获特飞许可证。
那这个样子呢，就是咱们之前啊给大家报道过的一个测试机的原型机。当时我还吐槽我说这也不是汽车呀，这不就是个直升飞机吗？上方有小鹏汇天的字样。你说你是汽车，你这轱辘搁哪儿呢？那本月呢，小鹏又带来了全新的专利图片，咱们可以看一下。注意啊，不是我说它是汽车，这写着很清楚，飞行汽车。广东汇天啊就是小鹏。那具体的样式呢是这样的，还是颇有科幻感的。正面、背面和侧面啊，这个结构应该说还是非常清晰的啊，感觉像是一个跑车，在上方呢安装了4旋翼的结构。最终大概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啊。有同学问我怎么看，我肯定是表扬啊，这多帅啊，是吧？咱们上次吐槽它没有轮子啊，现在马上给你装上轮啊，越来越像汽车了。但是呢，还是我之前那个观点啊，我老觉得你这个叫汽车，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啊。为啥呢？如果说你叫汽车的话，那我 C 证你能不能让我开吧？你要能让我开啊，我就承认它是汽车，是吧？你要让我考飞行驾照，那不还是飞机吗？再说了，你瞅这车占一个车道，两边的螺旋桨各占4个车道。你这车如果上道，直接5车道没了，你这过收费站也过不去啊！我这想多了啊，它不用过收费站，直接飞过去就行了。好啊，不能开玩笑啊，你仔细看，它这边呢其实还有折叠的结构，也就是螺旋桨啊，它是可以收起来的，最终是可以变成1车道的。有弹幕表示啊，这小鹏这是不是就哗众取宠啊？对吧？你这好汽车造的好好的啊，跑去造飞机去了。其实还真不是啊。那过去这几年呢，全球各地的厂商和公司啊，都在努力的去研发低空的飞行器啊。这不光是小鹏，还有这边啊，包括吉利的飞行汽车啊，之前呢也有展出，而且呢也是在迭代。国内呢还有多家厂商啊，都在发布自己的类似飞行汽车概念的产品。来问大家一下，你是否看好飞行汽车的未来呢？那你觉得如果真的有飞行汽车啊，面对普通消费者，你预计哪一年能上市？可以打在弹幕上。不光是国内啊，海外很多公司呢也在研发飞行汽车这个品类啊。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呢，包括大众、奔驰、日本的本田、丰田、铃木啊，还有韩国现代、美国通用，都在研发飞行汽车类的产品。那有同学问主播啊，这个飞行汽车难不难？我觉得很简单啊，只要有一家厂商出手啊，这事儿很容易。是谁呢？就是大疆，是吧？你只要把它扣下来，这是不是和咱们刚才小鹏汽车那个一模一样？所以啊，这个制造业很容易嘛。时间来到3月份啊，不少人都面临着毕业写论文啊，包括论文查重这么个过程。那此时呢，你肯定就跳不过一家网站——中国知网。如果这个知网啊是100分啊，大家可以打一个分数啊，你给知网打几分评价它呢？过去几年呢，知网这边可能有一些小的争议。目前我们打开知网的官方网站啊，头条上方显著位置有一个知网的公告。公告显示呢，知网表示啊，对于涉嫌我们垄断的调查啊，我们诚恳接受，坚决服从，并且呢接受社会监督。大家觉得这个公告是否诚恳呢？我觉得还是很诚恳的啊。那么相信呢，对于未来啊反垄断这块呢，知网一定会很好的去改进，加油知网！再来看一下没什么关系的新闻，这边多家媒体报道啊，知网呢诉讼多家高校侵权啊，这是本周的消息。此前呢曾以同样的理由起诉多所高校啊，这可以啊，可以。好，那来问大家一下，大家觉得这个是知网的问题呢，还是高校啊学生的问题？看一下同学们弹幕，你觉得是谁的毛病啊？同学说那这不一定啊，不能光看这标题的一面之词，没准是学校的毛病呢。再说了，这个偶尔起诉他也不可能天天起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啊去年的新闻，知网半年内起诉22所高校，是吧？可以。有同学说为啥老起诉啊？你看后边啊。起诉完了之后撤诉之后呢，就拿到了11所高校的采购合同。为啥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反正标题是这么写的。来吧啊，最后问大家一下啊，大家觉得那有什么办法？有没有那么一家机构能够对抗一下啊？不是对抗，能够和知网匹敌啊，能够和知网稍微竞争一下？大家可以打出他的名字，你觉得谁能和知网掰一掰手腕呢？很简单啊，恶人还得恶，不是。对手啊，还得从网上找啊，优秀的对手咱们来找一找。好，我们看到啊，视觉中国一年啊诉讼2279场，胜诉率高达96%，踏破铁鞋啊无觅处，这不就来了吗？是不是？个人觉得啊，能和知网掰一掰手腕的，那也就是视觉中国了。来吧，同学们，大家觉得啊，万一有那么一个版权啊，或者有那么一个诉讼，这个知网和视觉啊，他俩就掐一掐，你觉得谁能赢啊？觉得知网能赢打个1啊，觉得视觉能赢打一个2，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很多同学都表示很高兴，是吧？打起来啊，掐起来。但是呢，我劝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啊。根据我多年的江湖经验啊，一般来说呢，这个
两个领域的巨头啊，他们在一块研究的时候，通常不一定是打仗，有可能是联合。想象一下，知网加视觉，我全都要，让你的文字和图片有没有感觉到颤抖？有没有感觉到害怕？如果觉得害怕，可以把“害怕”2个字打在弹幕上。本周黑圈啊，发生了这么多的好人好事啊，大家觉得这些厂商谁最值得表扬啊？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周所有的内容了。如果还想听到主播亲切的表扬各大厂商，欢迎关注一下我们，咱们下周再见。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，多赚 money， 天天都能休息，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哎，这是谁掉的硬币啊？给大佬们磕头了。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！上期的新闻回述，微软要收购《使命召唤》，索尼表示绝对不行。他俩这官司可得打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。微软表示啊，索尼实力那么强，他一定有能力创造自己的使命召唤啊！你这，对吧？你这使命召唤我已经取过来了，你老盯着它干啥？索尼表示不，我不行。微软表示不，你行。来吧，同学们，你们觉得索尼它到底行不行？这有点像啥呢？有点像这以前这个动视啊，今天和索尼在一起，明天和微软在一起。现在呢，微软出钱说，咱俩就把这事儿办了吧，就定了得了啊，娶回家。索尼不干了，说别的呀，这还有我呢，我看你们仨一块过得了。微软，你不是有钱吗？你干脆就把索尼收购了，就完了呗，省着成天老在这吵架。大家觉得这个设想溜不溜？来看点影视圈《速度与激情》啊，大家有没有看过呢？过去的1到9部啊，看过的同学可以打一个数字，1部都没看过，你打个0，看一下同学们的情况。最新消息，最新一部《速度与激情10》又要全球上映了啊，特别是在中国区也是重点市场啊。确实，那去年上一次的《速度与激情9》啊，在国内上映的时候，那是进口片的票房第一。看起来今年这个《速度与激情10》要想超过去年的9，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？个人觉得啊，这片你如果想在中国上映，还想取得更好的成绩，你这些明星都白扯，你得找点本土的巨星来助阵你们这个比赛。想在本土取得好成绩啊，我个人觉得啊，我说一个人，你们听听行不行？6条啊，有条数是吧？速度与激情10啊，狂飙，一定大卖。又到了上电视环节。上周我们介绍了各大视频网站啊，为了收高额会员费，想尽办法。有观众留言表示，想让观众多花钱非常容易啊，充钱你只能抽买普通的会员，只能看 480P 的视频，10连抽啊就有几率获得 1080P 的高级会员。想看 2K， 那你直接充648。爱奇艺表示，我不会这么干啊。谁会这么干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还有一条呢，多端登录啊，你充了会员它也限制。这里呢有观众表示啊，建议还是让大家多端登录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如果你单一设备登录啊，就让你看1段广告；你要是双设备登录呢，那就各看2段广告。以此类推，不是不让你多端登录啊，只要你愿意啊，多端登录看广告就行了。可以啊。上次咱们说了，视频网站会员费太高啊，有同学表示这会员费啊还是太低了。1年应该收几万块钱，只保留最有价值的观众，也就是观众里边全是大老板，大老板想看什么咱就拍啥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我真的只要出钱就可以看他们拍啥吗？那我要拍那个内容，他能让播吗？别最后整完这个网站他正经吗他？